在缅甸战事中，克钦独立军最近取得了重大进展。克钦独立军成功占领了萨东镇，这个战略要地的失守，意味着缅甸军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克钦邦和善邦北部与中国接壤的所有边境贸易路线的控制。故事要从周二说起。那一天，克钦独立军在克钦邦的威马镇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攻势，迅速占领了 Kampakti 的道路上重要的战略阵地。Kampakti 是一个重要的边境贸易城镇，此次行动让克钦独立军控制了10个军政府阵地之一。军政府的部队被逼退到坎皮凯地，无法再掌控这条重要的边境贸易路线。实际上，这一切并非一蹴而就。早在4月份，克钦独立军就通过公路占领了位于萨东以南310公里的克钦邦边境贸易城镇 Welgo。 这一系列的胜利逐步削弱了军政府的力量。一位军事观察员在评论中指出，现在可以公平地说，克钦邦的所有边境贸易口岸都落入了克钦独立军的手中。他补充说，未经克钦独立军批准，中缅双方军不得进行边境贸易。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还请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内容。随后，克钦独立军继续展开他们的攻势，占领了多个战略要地，包括 Wimo Sedang Kampakti 和 Wimo Tripui Solo 公路交界处的一个检查站，以及 Bantong Hill 和 Laphai 村的阵地。克钦独立军发言人 Mao 部上校透露，在这次进攻中，军政府的边防部队几乎是望风而逃，放弃了其他6个阵地。我们占领了4个阵地，占领者逃离了另外6个阵地。我们现在已经控制了从 Wimo 到 Laphai 的道路。Mao 部上校说，我们尚未夺取从拉帕伊到坎皮凯地的地区，战斗仍在继续，道路仍然不安全。战斗停止后，交通可以恢复。我们不会扰乱货物流动。根据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通过 Kampakti 进行的每日边境贸易价值近40万美元，而通过 Welgo 的每日边境贸易价值约为35万美元。对于军政府来说，失去这些贸易路线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上的巨大打击。在2021年政变后叛逃的前陆军上尉 Zinya 评论道，克钦独立军的目标是与中国的边境大门。他抓住了 Welgo。 当坎皮凯地沦陷时，军方将失去克钦邦的所有边境贸易口岸。尽管克钦独立军在 Laphai 村的胜利令人鼓舞，但他们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Kampakti 仍在由边防部队 BGF 第1003营守卫。Mao 部上校表示，如果这些部队停止与军政府合作， PIA 将不会对他们采取攻击行动。民兵和 BGF 处于政权的控制之下，因此当我们与政权做斗争时，我们必须与他们做斗争。但如果他们不加入战斗，我们就没有理由与他们作战。克钦邦有3个隶属于军政府的 BGF 营，均由克钦族民兵领导人扎孔廷英领导。扎孔廷英原为克钦独立军成员，后来加入缅甸共产党 CPB， 在1989年缅共垮台后组建了克钦新民主军。这个民兵组织于2009年转为缅甸军事控制下的边防部队，并在2010年大选中赢得了上议院的席位。如今，克钦独立军的攻势如同暴风骤雨，迅速席卷了整个边境地区。这场战斗不仅仅是为了地盘，更是为了自由与控制权的争夺。而在这条战线上，每一步都充满了紧张与危险，每一个胜利都来之不易。克钦独立军能否最终取得全面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克钦独立军怎么这么猛呢？接下来让我们全方位了解克钦独立军从缘起何处、政治架构、军事力量、经济收入、居民生活来解读它。第一，克钦独立军源起于高山丛林，扬名于2战战场。克钦人是在美国传教士帮助下创立了克钦文字，开始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克钦族绝大多数人都信基督教。2战缅甸战场对日作战期间，
美国人想起了善于高山丛林捕猎的克钦人，可以帮助其对日军作战。美国中央情报局派人对克钦人加以培训，组建了101特遣队，克钦人为盟军提供情报，并利用毒箭、毒竹签子、枪械神出鬼没打击日军，从初期4000人发展到近2万人的作战部队，以自己付出较小的代价杀伤日军15000余人。中缅印战区盟军司令部对101特遣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嘉奖。还记得101突击队战士吗？战区盟军司令史迪威和参谋们对101突击队消灭日军人数有质疑，怎么能确定克钦战士们没有虚报战绩呢？克钦人通过翻译得知将军们怀疑后，参与受奖的克钦战士们把腰间竹筒都解下来，把里面又黑又瘪又小的东西倒在了桌子上，每个人克钦战士面前都是一小堆。克钦战士通过翻译告诉将军们，这是他们杀死日军后把耳朵都割下来留作纪念和统计数量，总数除以2后就是他们消灭的日军的数量。盟军将领们鼓掌，并对克钦战士们勇敢致以敬意。关于101克钦族战士，以前英国人在南亚实行以夷制夷的策略，征召缅甸山地少数民族来压制平原缅族。克钦人也被英国人选中加入英国控制缅甸殖民保安军。什么是殖民保安军？克钦独立军建立初期就是由101突击队和殖民保安军里面克钦族人担任主要的作战力量，并且担任军官指挥作战。缅甸政府军在与其作战时候很难占到便宜，甚至还落下风。第二，克钦独立军的建立目标领导层级。1961年2月5日在缅甸克钦邦建立克钦独立军，真正的名字是克钦人民解放军，只是克钦独立军称呼名气比较大。克钦人初始目标确实是奔着独立建国去的，所有克钦独立军的名称就沿用下来了。克钦人是按党、政、军建设，克钦政党简称 KIO， 克钦政府简称 KIC， 克钦独立军简称 TIA。这一套完善的组织架构的建立是为建国做准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后，缅甸政府军越来越强，克钦独立军实力开始走下坡路，多次差点让缅甸政府军给剿灭。政治主张改为克钦族高度自治，建立了缅甸克钦邦第2特区。这个高度自治是除了不独立出缅甸，其他的还是克钦人自己说了算。恩板腊是谁？现任克钦政府党主席是恩板腊，随着年龄增长和身体疾病影响，已经准备卸任。由政府副主席和克钦军总司令甘双实际掌握最高权力，克钦军副司令是滚墨和甘茂。克钦领导方式是克钦政党领导克钦政府，克钦政府领导克钦独立军，克钦独立军又是维护克钦党和政府的坚定支持者。第三，克钦独立军军事力量。克钦独立军主要活动位于缅甸胡冈谷地、帕敢、蒙古、贵盖、木杰等，还有印度阿萨姆邦克钦人聚居的村落。克钦独立军活动地区多是山高林密的地形，除了袭击缅军、收税等，多生活于山区，外界也称他们为山兵。克钦独立军以克钦族为主，也有其他民族的战士，比如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日望族等。克钦族实际就是景颇族。克钦独立军现役总兵力2万至 2.5 万人，政府机构1万多人，还有常备民兵2万人，编为10个旅级作战部队，从克钦独立军1旅到10旅，存在架子部队，部队并没有满编。如常备民兵部队1个月军事训练10天，剩下20天回村参加劳动，遇到作战任务时迅速归建，重新编为现役。克钦军的兵员在克钦独立军辖区基本实行全民皆兵的体制，无作战士，每家年轻人5个孩子出3个人当兵，4个人出2个当兵，2个人出1个当兵，家里有男孩的男孩当兵，没男孩女孩当兵。战士直接抓壮丁，抓住你就是兵了。军事强化训练3个月就编入部队参战。是克钦人，肯定就要为克钦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军事训练方面，克钦独立军武器装备以轻武器为主，辅以重武器。轻武器以56式冲锋枪、AK 冲锋枪枪组、M22式冲锋枪枪组、仿81式 RPG 火箭筒、手枪、轻机枪、枪榴弹发射器、德拉贡诺夫狙击步枪等。重武器有各种口径毫米迫击炮、107毫米单管火箭炮、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12.7毫米重机枪和高射机枪等。第四，克钦独立军的经济收入。矿产开采收入。缅甸翡翠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绝大多数就来自克钦独立军控制的帕敢玉石矿场，里面产出有翡翠、宝石、次宝石等，在西部还控制琥珀料玉石矿等。矿场收入和玉石走私是克钦独立军的主要财源。木材出口收入。缅北克钦邦盛产金丝楠木、珍贵红木，都是北国需要珍贵木料。普通木材有橡胶木，也是做家具不错的原料。克钦独立军也卖木材开采权，也收过路费。有些是缅甸政府军控制区采伐木料从克钦军地盘过境，地方政府军为了一旦出问题，可以往克钦独立军身上推责任。缅甸政府军也分中央军和地方军，地方军长官通过北国商人木料采伐可以拿好处大部分，普通士兵拿好处小部分，买个啤酒吃个肉，改善生活条件是够了，上下都愿意有商人来。并且在打击克钦军时，地方军枪口往上冲着天打，枪声密集，就是不见双方有伤亡，实际双方都认识心照不宣，出工不出力。缅甸中央机动部队才是打击克钦独立军的主力部队，他们手下不留情，打完就走了。黄、赌收入。缅北赌城麦扎央就掌握在克钦独立军手里，北国商人运作，克钦独立军收取提成和管理费，黄、赌不分家。另外说明，克钦独立军是严禁当地人吸毒的，麦扎央城外就有戒毒所，抓进去强制戒毒6个月，没有辅助戒毒措施，全靠自己意志力和身体硬扛。军火贸易收入。克钦独立军是缅北民第5里面有较强的武器制造的能力，突击步枪及其家族，迫击炮各种口径、子弹、迫击炮弹、枪榴弹等都能制造。这些自制武器一部分自用，一部分援助其他反缅甸政府军武装，一部分再卖给其他民第5或者人民保卫军等。捐助收入。例如在美国的101部队基金会等，同情克钦人的处境捐助的资金、物品等。商业和农业收入。拉赞、麦扎央等城市的商店、旅馆、饭店等正常交税税收，农民种植水稻、玉米、高粱要按比例给克钦政府上交粮食，经济作物甘蔗和油菜也要收取费用。第五，克钦独立军及平民的生活。克钦独立军经常与缅政府军作战，多生活在大山深处，一般利用大山就地取材，竹板子配茅草房顶就是简单宿舍，遮风挡个雨没啥问题。你要说多么宽敞、明亮、舒适，我是没发现有这功能。当然，克钦独立军高层领导做的是不错的，别墅门口配警卫，宽敞的院子还停放着车辆和驻扎安保部队，里面该有的现代化设施都有。克钦独立军吃饱是没问题，住在山林子里面，偶尔打点野味，改善一下生活。每月薪金折合人民币100元左右，战死了能给个几千块钱抚恤金。克钦高层领导吃的肯定比普通克钦军好，光过生日给送的西式奶油蛋糕面前就摆着6个。你可能觉得这真不是个事，这算是个啥？克钦有的山民一辈子也没出过大山，一辈子也没尝过奶油蛋糕，有点钱也不会买这玩意，米、面、油、盐是他们更需要的。克钦普通人日子过得很苦，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作战持续时间长又频繁，每家都出人和出粮，所以兵役和徭役就重。遇上缅军大规模炮击和空袭，家园就毁了，自己置办点家产就没了，还成为难民。
难民营里也多是克钦族的女人、孩子、老人和残疾人，男人基本都上战场。看世界可以知道自己普通平凡的生活，其实也是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许多人也羡慕的你的生活。克钦普通人的生活自己选择不了，他们要求很简单，和平生活环境，顿顿吃饱饭，孩子们能去上学就是幸福。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内容哦。再会。